今天呢，我们选用了一个海虾。那么今天这个虾比较大，先剥一下，要把它的皮去掉。那么剥虾的时候其实是有技巧的。你看，我先把它的头去掉了，然后我们给它做一下按摩，就是便于它脱壳。好，然后从第3节1、2、3，那么第3层就一下就剥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剥后面呢，我们就后面给它按摩一下，挤一挤，压一压。然后这样一下子这个虾就剥出来了。然后呢，还要给它去一下筋，那么从中间切开，然后用一根牙签把它中间的一根肠子给拿出来。那么刚才的虾呢，我全都剥完了，我们进行下一个步骤，用鸡蛋清和淀粉把虾稍微腌一下。加一点盐，我们把它用手把它化开一下，腌制一下。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放上淀粉。其实我是非常喜欢吃虾的，这个龙井虾仁呢又比较清淡，然后又有那个茶的香味儿。所以呢，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就特别适合吃。那好，我已经把它揉得差不多了，我们让它腌制一会儿。现在呢，来冲茶。这个呢是我们的西湖龙井，其实也是我家乡的茶，因为我是宁波人嘛。我爸爸是1年4季都喝龙井，从早上开始他就开始泡茶，一直喝到晚上。那么其实，龙井茶泡的话，它还是有一点讲究的。因为我自己喜欢喝普洱茶，普洱茶是水温越高越好，就是沸腾用铁壶煮是最好。但是龙井茶呢，就是因为它是绿茶，所以你水温太高反而破坏它的营养成分，而且它的口感也会破坏掉。最好呢用85度的开水。那么先把第一泡水倒了。其实爱喝龙井茶的人知道，其实第一泡是不舍得，不要的，因为那个如果是茗甜茶，它本身就价格很高，然后第一泡是最香的，然后其实到第2泡的时候呢，它其实它的香味已经就没有那么浓了。好，现在呢就是让茶先泡一会儿，那泡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正好把虾过一下油。那么我们倒油呢，就是要没过那个油的锅底，稍微多一点点油。那油热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要把虾倒进去。这一边呢过一下的意思呢，就是让虾去一下那个生味儿，让它那个固定成型。好，其实就过一下油，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虾拿出来，然后把油还是剩在锅里。接下来呢，先把火关小一点。接下来我就要放入姜和葱，加入那个姜和葱呢，就是为了去虾的腥味儿。那么大家看到成品的时候，平时吃的龙井虾仁里头并没有姜和葱，那么其实是有这个步骤，只是大家没有看到，但是一定要有。它的功能已经完成了，我就把它提掉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，我把虾继续倒回去，然后再倒入我泡好的龙井茶，是连水和茶叶一起倒入。好，它的那个水的量呢是要刚刚没过那个虾仁就可以了，不能太多。这样的话就把它不停地翻炒，把它水分等它干了之后，这个西湖龙井虾仁就完成了。好，经过我不停地翻炒呢，里面的水分呢就炒的就是差不多了，但还会有一点点，这样会看上去好看一些。那么我一边盛的时候，它其实水分也就会蒸发掉一点。
这盘西湖龙井虾仁就算完成了。有一股清香味儿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健康的一道菜，适合小朋友、老人，还有喜欢健康的你来一起食用。丝绸之路是沟通中原、西域乃至欧洲和非洲国家的经济与贸易路线。对于在这条路线上往来的商队与附近的城镇居民来说，往来的贸易会以另一种方式改变着他们的日常生活。这种方式就是美食。在往来商队的驼铃声中，有一些饮食传统就这样被保留下来。千百年后，在普通人家的餐桌上出现的，或许就是丝绸之路的另一个印记。在今天，在这条路上的很多饮食习惯已经在漫长的交流中逐渐趋同，比如都爱吃面食，比如都爱吃牛羊肉。今天粤美食将把焦点放到曾经丝绸之路的重镇新疆，让我们一起通过美食来了解新疆，了解西北。新疆菜，它既具清真菜特性，又具有中国西北菜系味重香浓的烹饪特点。新疆菜以清真菜系为主，大多吃牛羊肉，多采用爆、烤、涮、烧、酱、扒、蒸的制作方法。著名的佳肴有烤全羊、大盘鸡、馕包肉、手抓羊肉等。接下来就让我们同丝路驿站的主厨一起来学习一下新疆菜的制作。我是来自丝路驿站的主厨李贤春。我们丝路驿站主要经营的是新疆特色美食。丝绸之路上的美食说，大盘鸡其实诞生在马路边上的小镇，是川味辣子鸡的改良，因为量足开胃，受到过往司机的喜欢，后来才渐渐走向全国。新疆大盘鸡我们选用的是散养的土鸡，一般就是在5到6个月左右的，主料就是土鸡和土豆。首先我们鸡拿回来做成10厘米大的那个方块，漂水冲水。焯完水呢，就是我们要给鸡上颜色，我们是用糖色上的。炒香过后，将我们特制的一种辣椒酱，然后炒完过后加高汤，然后再加调料啊、土豆啊，然后再小火慢炖。新疆大盘鸡的诞生，也算是民族团结的产物。它既有鸡块，又有着相关的蔬菜，还有主食。味道上既有新疆人喜欢的辣味，又有四川人喜欢的麻味。馕在新疆的历史悠久，外皮为金黄色，古代称之为糊饼、卤饼。馕以面粉为主要原料，多为发酵的面，但不放碱而放少许盐，是新疆人的主食。烤奥尔馕我们选用的是上等的高筋面，
我们和面的时候呢，是加入那个果仁儿，就是葡萄干、果仁之类的一些，然后加鸡蛋、面粉、黄油、清油、发酵粉，然后我们把它拌匀，醒30分钟左右吧。醒好了过后，我们就把它下好面团，然后我们还要醒10来分钟。醒好面团过后，我们就得开囊，把囊开好。囊坑里面裹生好过后，温度起来过后，我们再去打水。为什么要打水呢？因为如果不打水的话，那个囊坑贴囊的时候，那囊粘不上。我们打水呢分2个步骤。第一遍呢，我们是打那个清水，然后打完清水过后，我们再打那个高浓度的盐水，再往石壁打一遍。打完过后，就把那个开好的囊胚子，我们沾上那个果仁，沾上那个瓜子仁，然后蘸一点芝麻，然后就这样往旁边的囊坑里面贴上面，温度调好过后，小火烤20分钟到30分钟左右，根据囊的大小来定。需要强调的是，只有在烤坑中烤制出来的才叫馕，反之，即使形状类似，也不能称之为馕。接下来要介绍的馕坑贴肉，被称为男人的加油站，女人的美容院。馕坑贴肉是新疆独有的美食，其做法与烤馕很相似，保留了中国独有的古法制作。馕坑贴肉，我们选用的是精品的那个羊肉的腰窝肉，然后我们把它改刀成10厘米大小的方块，然后我们加鸡蛋、面粉、姜黄、孜然等等一些佐料，然后把它拌匀过后，然后我们就贴在那个加热好的馕坑的壁上面，然后在小火慢烤，然后烤个10多分钟，15分钟左右，就是烤的让它流油，面黄就可以了。抓饭是中亚、西亚地区的菜品，维吾尔族群众把抓饭视为上等美餐。新疆手抓饭呢，我们原材料呢用的是羊肉、红黄萝卜、洋葱，然后有一些干果，然后就是大米。首先我们把那个羊肉串成，锅里面下我们用的是纯的菜籽油，然后6成热，我们加羊肉里面，先把羊肉煸。把羊肉那个煸出油过后，然后我们加那个胡萝卜、红黄萝卜，然后再煸炒香，加那个孜然，再炒一下过后，我们就加的是清水、米，然后再把它放上面，然后再小火慢炖个40分钟到45分钟吧。关于手抓饭呢，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。相传在1000多年前，有一位医生叫阿布埃米，他在晚年的时候呢，就是身体很虚弱，吃了很多药也无济于事。后来他就研究了一款米饭，然后来食疗然后他早晚呢就是各吃1小碗。半个月过后呢，他的身体慢慢的就恢复健康了。周围的邻居都很奇怪，他还以为他吃了什么灵丹妙药呢，他就把这个手抓饭的这个配方就是传给了这样1传10、10传百，然后便成为现在维吾尔族人普遍家里面的手抓饭。拌面，俗称拉条子，是新疆的大众面食。拉条子的前身其实就是过油肉拌面，
是过去往来新疆的山西商人带来的，后来经过不断改良，变成了现在的拉条子。可以说，拉条子有很多山西面食的精髓。新疆气候寒冷，小麦生长期长，面粉筋道，最适宜做拉条子。新疆拉条子呢，我们选用的是新疆的那个高筋面粉。和面的时候呢，就是加入适量的盐、鸡蛋和水，没有擀和压的。我们是纯手工制作而成的，就是说再揉合，你就用手搓，搓成一小节的搓好，然后我们再给它上面抹一层油，然后放到旁边醒一下，醒3到5分钟，然后我们就把它拉好过后，我们下入烧开的沸水锅里面煮1到2分钟，然后把那个煮好的面捞出，然后在凉水里面清洗一下，清洗完过后，然后再把它热一下，用开水烫一下，热一下，然后加入我们炒好的那个做餐的那个拌面菜。在新疆，如果是正宗的维族馆子呢，你去吃拉条子，你千万别说你吃拉条子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拉条子。拉条子呢是汉民给它的一个称呼，维语呢叫拉赫曼。在新疆，除了大盘鸡、拌面、抓饭与烤羊肉，还有一道美食代表，那就是椒麻鸡。我们椒麻鸡呢，选用的是散养的土鸡，一只大概就是到2到3斤左右的。鸡焯完水呢，就放在高汤桶里面吊，然后就带点葱姜啊、去腥之类的。煮好的鸡我们就捞出来，用那个冰水浸泡，浸泡过后，把那个里面的肉必须要浸泡凉透了过后，然后我们再撕成一小块，加我们的我们特制的椒麻鸡汁儿调拌，加葱和辣椒这样拌就即可上桌就可以了。大概是在100年前，是一个回族人宋师傅开创的这一道椒麻鸡。他刚开始是摆夜市，摆上街头，街头这样吊着卖，然后再后来椒麻鸡就在那个回族的百姓家里面就流传开来了，并且成为了回族待客的必备的一道菜品之一。从此椒麻鸡就成为了大街小巷流传的美食，就是新疆特色美食。新疆地大物博，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多民族聚居地，包括维族、哈萨克族、回族、锡伯族等在内的10几个少数民族都世代居住在新疆，而每个民族的语言、文化、生活和饮食习惯都有很大的差别。经过千百年的融合和丝绸之路的影响，现在的新疆菜终于成为一个融合多民族特点但又自成一派的菜系。性格随性，工作认真，率真自我。他喜欢享受在制作过程中与食材的零距离接触，潜心研究世界美食，将中西餐各自特色融为一体，多种技法的结合造就了另一种味蕾的升级。他就是本期时尚顶厨管乐。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道墨西哥的非常有名的菜——墨西哥牛肉塔克。我们先把牛排腌制。我们今天选取的肉是眼肉，也就是说脂肪含量跟肉纤维的含量50%的配比，非常健康的。做牛排非常健康。盐先做基本的调味，因为我们的肉呢一定要放到室温，这样呢煎出来效果会好一点。然后我们选取的是黑胡椒粒，直接碾碎。腌制好，放一边。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墨西哥饼。这种饼呢实际上是手工做出来的，里边的原材料呢非常简单，冷水、橄榄油、玉米面，吃它应该是非常非常健康的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做一款酱。我们首先把洋葱
切丝。我们选取的是小番茄，这款酱也属于酸甜口嘛。OK， 我们现在开火，不用管，直接放小番茄、洋葱，然后我会放一点白酒醋放里边，因为起到开胃作用嘛，我们还是需要酸度稍微大一点。我们把这个醋烧开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加入一些蒜片，搁一点盐，杀水，盖盖，我们关小火。然后我们再继续做一个冷沙拉。这个冷沙拉说是冷沙拉，其实就是我们把洋葱丝切的极细，打散，加入大量的盐。我们要去腌制这个洋葱，这是一个快速腌制洋葱的一个方法。我们只需要把它的水，洋葱里面的水分杀出来。因为我说过了，因为这个菜其实是很健康的一道菜，不需要大量的油，所以我们尽量都是生制生食，但是效果会非常好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加入东谷一品鲜酱油，着色，还有提鲜。然后我们再加入一点苹果醋，像这样大家可想而知啊，腌制出来这个味道会非常的浓郁。好，洋葱先放一边，芦笋很健康，看起来很清新，也诱人食欲。我们只取其头部，根部也可以做汤用，我们不需要丢弃。也是拿盐稍微杀一下，盐胡椒。让它更充分的入味。我们在案板上这样它会把所有的案板上的盐、胡椒全吸收起来。备用。青柠，我们把它切角。青柠跟黄柠最大区别其实就是酸度，青柠的酸度要比黄柠要酸度要更大一些。OK， 我们现在酱也准备做好了，洋葱丝也腌好了，这样呢，我们现在可以热锅，准备煎牛排了。牛排我刚才说了已经腌制过了，但是我们还是需要放东谷一品鲜酱油，然后来让它更入味一点。锅预热，加入适量橄榄油，不用太多。扒肉呢，讲究的是一个快，对。肉呢，我们应该是煎到3成熟左右。煎肉呢是有讲究的，第一面放进去的时候呢，千万不要动它，因为肉里边也会含有糖分。如果你放下之后马上动它，它上面那个调味的颜色是不会出来的，或者是非常浅的，不好看。所以每面肉呢，至少我们要扒1分钟左右。我现在扒出来的这个面呢，是属于一个井字格的，在扒肉的里边呢，还会有米字格，这样的话扒的时间会更长一些，但是出来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。OK， 关火，现在牛排好了，颜色非常棒。OK， 我们放一边，利用余热跟锅里的这个油脂，还有牛肉的原汁儿，我们把芦笋也稍微的煎一下。这样等于是有一点油就可以了。我们既有橄榄油的健康，又有牛肉的香味儿。好，芦笋也出锅，给它放在牛肉上。我们现在可以关火了，但是呢，这个锅我们还是需要拿出一张玉米饼，直接放在锅上。这可能就是所谓的锅气。我们要让玉米饼充分的吸收锅底的这些热量，还有牛肉、芦笋这种香气。换另外一边。好，现在这个玉米饼也已经上了条纹了。好，我们就先让这个饼在这个锅上预热，因为我们已经火关了。现在看看我们的酱，应该是好了，酸度已经下降，西红柿的香气、洋葱的香气已经出来了。好，现在用打碎机把这个酱打碎。我们盛出来。好，我们现在这个肉给切的差不多了，
现在我们把它切开，肉切好了，我们把饼拿出来，放在这个盆里。OK， 我们把切好的牛排放在饼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需要放上一片车达 cheese。现在我们拿这种喷枪打开，用最快速的方法把奶酪熔点。奶酪已经上色，这个时候我们把刚才做的番茄的这个酱汁撒一点，给它抹匀。OK， 我们把刨好的芦笋放在这个酸汁上，然后我们再加入一点这个微型沙拉，市场上都可以买得到。墨西哥菜嘛，鳄梨必不可少。我们拿一个小刮球器刮这个鳄梨球。我们还差一个洋葱丝，我们现在把洋葱丝放进去，就是咱们刚才一样的洋葱丝，不用放太多。青柠角，轻轻的把青柠汁挤在牛排上。好，这样一道健康又美味、色彩又缤纷的一道墨西哥牛肉塔克就已经做好了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